如果我告訴你，就在此時此刻 ，AI 已經不再滿足於寫代碼、畫插圖，而是開始悄悄地編寫生命，甚至從零開始製造出了地球上從未存在過的病毒，你會感到後背發涼，還是會覺得人類終於拿到了上帝的劇本？先別急着滑走，這不是科幻電影的預告片，而是最近真實發生在全球頂尖實驗室裡的一場地震。一家名為 Perfluent Bio 的生物技術公司發布了一項震撼全球的研究，他們利用人工智能第一次從零開始設計出了完整的病毒基因組，而且他們不只是在電腦上跑了跑數據，而是真的在實驗室裡把這些 AI 設計的藍圖給復活了，在實驗室裡成功合成並復活了16種 AI 設計的全新病毒。你可能想問，這到底意味着什麼？這些病毒會傳染給人類嗎？AI 是不是已經具備了製造生化武器的能力？今天咱們就花點時間，把這件事兒背後的真相、它的偉大之處，以及它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風險，徹底拆解清楚。首先，咱們得聊聊 AI 到底是怎麼製造病毒的。大家現在對 ChatGPT 都很熟悉了，你給它一個開頭，它能給你編出一個邏輯自洽的故事。為什麼？因為它學習了人類千百年來積累的所有語言數據。他掌握了單詞和單詞之間組合的邏輯，而這次科學家們把這套邏輯搬到了生物學上，他們訓練了一個極其龐大的基因組語言模型。在這個 AI 眼裡 ，DNA 裡的 A、T、C、G 這4個鹼基其實就是生命的單詞。AI 閱讀了海量的病毒、細菌、植物，甚至是人類的遺傳密碼，它學會了生命的語言。於是，科學家對 AI 下達了一個指令，請幫我設計一個能夠感染大腸桿菌的病毒。AI 就開始在它的數字大腦裡瘋狂推演，最後吐出了一串串人類從未見過的 DNA 序列。這就像是 AI 在沒有任何參考模板的情況下，憑空寫出了一本邏輯嚴密、結構完整的生命之書。結果如何呢？科學家從 AI 生成的數千個藍圖中挑選並合成出了這些病毒。實驗結果顯示，這16種被選中的新病毒全部都能精準地識別並攻擊大腸桿菌，鑽進它們的身體，接管它們的代謝系統，然後瘋狂複製，最後讓細菌爆裂而亡。最神奇的是，這些病毒在自然界中是完全不存在的，它們是純粹的 AI 造物。說到這兒，你可能已經開始擔心了，如果 AI 能設計殺菌的病毒，那它能不能設計殺人的病毒呢？先別急，在討論風險之前，咱們必須得先看看這件事兒的正面價值，因為這決定了人類為什麼一定要冒這個險。大家知道，現在全球醫療界面臨一個巨大的威脅，叫做超級細菌。因為抗生素的濫用，很多細菌已經進化到了刀槍不入的地步。如果哪天人類所有的抗生素都失效了，哪怕一個小小的傷口感染，都可能要了你的老命。而這次 AI 設計的病毒其實是一種噬菌體，噬菌體就是病毒界的狙擊手，它們只攻擊特定的細菌，對人類細胞完全無害。傳統的藥物研發可能需要10年、20年，投入幾十億美金，但現在 AI 可以在幾分鐘內生成无數種對抗耐药菌的方案。如果細菌進化了，產生了抗藥性， AI 只需要動動手指，調整一下參數，就能設計出 2.0 版本的病毒去克敵制勝。這意味着人類可能從此擁有了一支可以無限迭代、精準打擊的生物軍隊。這簡直就是醫學史上的降維打擊。但是，請注意這個但是，這才是今天我們要聊的重頭戲。就在這項研究發布的同時，全球的生物安全專家們都坐不住了。霍普金斯大學的一位專家直接在頂尖期刊上發文警告，這項突破帶來的安全風險是緊迫的。為什麼專家們這麼害怕呢？因為 AI 把制造病毒的技術門檻直接從珠穆朗瑪峰打到了平地。以前你想制造一個病毒，你需要頂尖的生物學博士學位，需要價值1000萬的實驗室設備，還需要長達幾年的實驗探索。但現在有了 AI 這個黑盒，只要你有一定的生物基礎，甚至只要你会寫提示詞， AI 就能幫你完成最核心的基因組設計。這就像是以前制造原子彈需要舉國之力，而現在 AI 把原子彈的詳細設計圖紙，甚至每一顆螺絲釘的規格都直接餵到了你嘴邊，你就說這嚇不嚇人吧？其實啊，我認為專家們最擔心的不是 AI 本身想毀滅人類，而是那些心懷不軌的壞人。你想想，
如果有人利用這種模型去修改天花病毒的基因，讓它具備更強的傳染性，或者去設計一種潛伏期極長、致死率極高的全新病原體，那後果簡直不堪設想。而且現在的監管速度根本跟不上 AI 的進化速度。目前的法律可以監管實驗室裡的實體病毒，但怎麼監管電腦裡的 AI 模型和 DNA 數據呢？這是一個巨大的法律真空地帶。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奧本海默當年看到原子彈爆炸時的那句名言：我現在成了死神，世界的毀滅者。所以 AI 設計病毒的技術本質上就是生物界的核武器，它能救命也能滅世。聊到這兒，我想問問大家，你們覺得人類真的準備好掌握這種力量了嗎？說實話，我感覺我們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，一邊是生物技術的大航海時代，我們可以治癒癌症、消滅耐药菌，甚至重新定義生命；另一邊則是可能失控的潘多拉魔盒。科技本身是中性的，它没有善惡，但掌握科技的人有啊，对吧？有人說，我們應該立刻封殺這種 AI 模型，防止技術外流。但問題是，科學的進步是擋不住的。就算美國不研究，其他國家也會研究；就算正規機構不研究，暗網裡的黑客也會研究。我覺得真正的安全不在於禁止，而在於賽跑。我們需要用更強大的 AI 去建立防禦系統，去實時監測全球的基因測序數據，在危險還沒萌芽的時候就把它掐滅。這就像是盾牌和長矛的較量。AI 既然能製造病毒，那我們也必須訓練 AI 去識別病毒，製造疫苗。所以，在這個 AI 飛速進化的時代，作為月薪3000的我們，其實還是要關注一下這些看似遙遠的科學突破，因為它們不僅僅是實驗室裡的數據，更關乎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，關乎我們人類這個物種的延續。你說對吧？最後，我想聽聽大家的看法。你覺得 AI 製造病毒是人類走向上帝模式的開始，還是我們親手為自己挖掘的墳墓？如果你手裡掌握着這種 AI 模型的控制權，你會選擇公開它來造福醫學，還是選擇銷毀它以絕後患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深度思考，咱們一起討論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